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黄豆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它具有降血糖、降血脂、调节胆固醇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由此可见，黄豆中有非常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。今天我们就用黄豆来和大家分享一道瓜有去脂的养生美食，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但是效果却非常的好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把买回来的黄豆里面坏掉的、烂掉的全部挑出来，不然会影响整道菜的口感。然后把黄豆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黄豆清洗干净。黄豆中有一种物质可以抑制人体里面糖分含量的升高，也可以抑制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增加，从而达到降糖降脂的作用。黄豆清洗干净之后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黄豆浸泡2个小时以上。浸泡黄豆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温水或者是冷水泡发。泡发时间虽然长，但是不会破坏黄豆中的营养成分。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黄豆，已经变得非常的圆润饱满了，这样的状态就很好。黄豆一定要充分的泡透，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烹饪的时间，也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。现在把浸泡黄豆的水倒出来，然后把黄豆倒入锅中，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没过黄豆，盖上盖子，用大火把黄豆煮熟。因为是经过浸泡的，所以煮的时候就很轻松了，不需要太长时间，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把黄豆彻底的煮熟了。现在把黄豆控水捞出，装入大碗中。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将它搅拌均匀，把黄豆腌制10分钟。黄豆中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，可以增加人体的密度，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对于煮黄豆的水，我们也不要浪费了。煮黄豆的时候，里面的营养物质都会释放出来，溶解到水中，所以黄豆水是非常有营养的。天气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水喝，消暑解渴不说，黄豆中的营养还被身体吸收了，一点都不会造成浪费。还可以放入几个冰糖，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会儿，这样口感更佳。现在我们再准备一根芹菜，先把根蒂切下来不要，再来修理一下芹菜叶，把老的坏掉的叶子全部剪掉不要，其余的芹菜叶我们都要保留住。其实芹菜叶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，具有增强食欲、补血安神的作用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吃芹菜叶可以稳定情绪，消除烦躁，还可以改善睡眠质量。芹菜叶修理好之后，我们将它从中间分开，这样方便清洗。芹菜属于碱性蔬菜，芹菜中所含的黄酮类物质对我们身体是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平时给家人适量多吃一些芹菜。一个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非常的感谢。洗好之后将它沥干水分，现在往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烧开。水开，把芹菜放入锅中焯水。焯水的时候不要把芹菜切得太小，那样芹菜的营养物质容易流失。另外，为了保持芹菜色泽和营养，焯水的时间也不要太长，大概2分钟就好。
芹菜虽然可以生吃，但是把芹菜焯水，可以有效的去除掉异味、涩味和草酸，口感更佳。焯水好之后，将它捞出来，放到菜板上，把芹菜切成小段，尽量碎小一些，芹菜的纤维较粗，不是以切得太粗，那样口感不好，就切成像这样，芹菜的纤维短，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了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节大葱，把大葱对半切开，再切成细丝，大葱切得长一点，这样会比较好操作。切好装入盘中，再加入一把花椒增加香味，接着准备几个干辣椒，用剪刀将它剪成小段。现在往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热锅冷油下入葱段、花椒粒，中小火慢慢炒出葱段、花椒的香味，把姜丝炒干，记得全程要开小火。把大葱炒至浮起，葱段的香味彻底的激发出来，色泽变得焦黄就可以捞出来了。一定不要炸糊了，不然吃着是苦的。接着再把辣椒段加进来，小火把辣椒段炒香，这样辣椒不会糊掉，而且还会特别的焦香，大概30秒就可以。炒香之后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时再加入一小勺的生抽，用锅中的油温把生抽的酱香味给呛出来。经过这样炝过之后，里面的生抽和辣椒都特别的香。现在直接把这个油倒入黄豆中，然后再把切好的芹菜丁加进来，将它们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。芹菜拌黄豆算是一道家常菜品了，看着就很美味吧。以芹菜和黄豆为主要食材，配上食盐等调料制作而成。食材虽然很简单，但清爽适口，非常的好吃，下酒又下饭。用芹菜和黄豆这样拌着吃，可以减少人体对胆汁酸的吸收，防止脂肪分解或形成胆固醇。像身体比较胖的朋友也可以多吃一些，是一道非常简单又清淡又有营养的养生美食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